大新闻大白话这一节来带您讨论的是中东局势。我们先带你来看到的是，现在以色列这个地方在加萨的地方是狂轰，那么加萨女孩步行撤离痛哭，说她满腿都是血。这个加萨小女孩被迫撤离数英里，而且只能用走的，无助的痛哭说她真的走不动了，而且整个脚都是血，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那么一次攻击炸死了加萨的一个家庭所有小孩，这就是战争太残酷了。很多的加萨的孩子说，不是被炸死就是被饿死。他说他们到底应该要怎么活？这样子的照片是不断的流出，而且现在以色列也被指控在加萨的北部进行屠杀，甚至还袭击了贝鲁特这个地方。那么呢，加萨的民防机构说，以色列袭击了中部避难所，至少造成了17个人死亡。那么他们的民防机构表示呢，以色列攻击加萨中部纽瑟拉特地区一间学校改建的避难所，造成了17个人因此命丧在这个地方。巴勒斯坦的主席在金砖峰会直接讲，以色列想清空加萨走廊。那么这主席阿巴斯说，他目的呢就是清空加萨走廊的巴勒斯坦人，尤其是以军本月发动的全面攻势都是在加萨北部。那么以色列的前安全顾问呢，甚至也讲到了，以色列的国防军士兵应该要拒绝可能构成战争罪的命令。可是他们真的有拒绝吗？而且能拒绝吗？这都是一个大大的问号。那我们带你看到是有没有可能黎巴嫩变成下一个加萨悲歌？因为黎巴嫩的提尔市遭到空袭，当地居民说这里有武器吗？这里只有孩子跟小床。因为10月23号，以军对黎巴嫩南部提尔进行了多次空袭，以军说是为了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的目标，但是不少的居民住宅都遭到了攻击，毁损严重。居民直接说我们的房子被毁了，回来一看房子都塌了。就像你看的，我们有武器吗？我们只有儿子的一张小床，我这里还有什么值得以色列打的呢？那么现在黎巴嫩的问题国际会议在巴黎召开，黎巴嫩的总理呼吁赶快来停火吧。那么黎巴嫩的看守政府总理就说了，国际社会应该采取一个共同的行动，结束以色列对黎巴嫩的侵略，尽快实现停火，重启外交进程，解决争端，实现黎巴嫩南部的长期稳定。而现在以色列国防军在24号发表声明，指出黎巴嫩真主党作战可能即将彻底结束。他们说呢，军方已经完全摧毁了真主党的高层指挥系统，并且在北部的作战行动可能会将全面结束。那么有人就说了，你是不是把真主党打残了就不用打？那么现在是不是把目标换成了胡塞组织呢？胡塞组织他们说现在非常的惊人，你可以看到他们这一群像是拖鞋军的对抗以色列的国防军，萨德导弹也拦不住。胡塞称高音速导弹又重创以军的军事基地。也门的胡塞组织发射了一枚巴勒斯坦2型的高超音速导弹，胡塞的武装发言人就讲到了，这枚导弹成功的躲开了这所谓的萨德系统的拦截，顺利击毁目标。曾经的拖鞋军现在拥有飞弹跟无人机，那么胡塞武装这个名字听起来像是个游击队，网友都戏称它是一个拖鞋军，但是人家现在已经拥有了无人机，甚至是弹道导弹，具备一定的空中跟海上的作战能力。那么这样的组织是怎么来的呢？那么也有人说他们现在已经是越打越强，跟正规军差不多了，拥有许多先进装备，用无人机跟导弹袭击过沙国跟也门当局的阅兵式，可以说是相当的嚣张。所以现在中东局势是不是仰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手了呢？俄媒说，普京称中东地区的冲突升级使该区域处于全面爆发战争的边缘。普京就讲到了1年前在加萨开始的战斗行动，如今已经蔓延到黎巴嫩了。地区一些国家也遭到波及，以色列跟伊朗之间的对峙也升级，这一切就像连锁反应，让中东地区爆发了一个很像全面战争的边缘。大陆就直接公开谴责以色列了，希望不要让冲突蔓延。那么耿爽直接讲到了，强烈谴责以色列，要求避免冲突蔓延到叙利亚，防止恐怖势力趁机作乱，甚至强调政治解决是叙利亚的唯一出路。那么习近平最近也会伊朗、埃及总统，希望加萨能够止战。习近平直接讲了，中方呢对于当前中东地区的局势深感担忧，尽早实现加沙停火止战是缓和区域紧张局势的关键，敦促相关的各方赶快履行承诺，把这个联合国的安理会会议避免局势
呈现一个进一步的动荡。我们来请教一下亮哥，这个以色列现在好像已经是打到停不下来的感觉。对，我觉得美国对以色列处理黎巴嫩南部应该是开了绿灯那北加沙，我认为美国的意见大概是选前你不要搞了，反正选举也快结束了，选后再说。那以色列目的都很清楚了，就是他要占领北加沙了，所以所有的巴勒斯坦人都要离开，那他的屯垦居民到时候就会搬进来，所以讲白了就是他是在扩张领土了，因为哈马斯鸽派鹰派的领导人都被打死了，你战争到底在干嘛？你根本没有再继续进行作战的意义了嘛？对，所以为什么还在做？难道哈马斯你要杀到最后一个啊？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嘛？因为他跟巴勒斯坦居民是混居在一起的啊，你怎么识别？对，所以真正的目的给人家的感觉就是他要扩张领土了，所以他要把他们清光啊。那黎南，我认为他目前讲说啊，这个北部真主党大概已经打得差不多了啊，这个叫障眼法了，1000%继续打。我跟你讲啊，我认为目前美国给他下的死命令就是你不可以打伊朗。哦，那其他地方我就装作没看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因为你可以看到美国完全没有使用它的军事筹码，比如说我就不再提供武器啊，或者把你的航母开走啊，没有，他都没有做这些动作，所以实质上就是支持嘛。那因为这个地方你没有军事力量，你去谴责也没什么用啦，那个就是一个外交动作而已啦。那个事实上谴责黎南战争已经不是只有中国大陆了啦，连法国、西班牙、意大利都加入了，而且他们甚至说什么要去欧盟开会，也要加入这样的一个谴责，到现在都还没提案啊。所以你认为欧洲国家有很急吗？所以都是玩假的啦，我跟你讲。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强权在这里不受到任何拘束了。那你就看到联合国根本就是个笑话了，因为只要有五常支持的国家，随便他乱搞啊，你都没有办法制裁嘛。那其他国家如果没有派遣军事力量的能力，你也难以介入了。目前的状况就是这样。那我们来请教一下赖老师，您怎么看？您觉得黎巴嫩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加萨吗？我觉得不容易啊。因为目前我们看到在加沙以色列有地面部队作战的一个优势啊，对，所以他的军队啊就直接开进加沙，把整个加沙地区几乎都快要扫平了。我们看到加沙的悲剧不断的上演，对，这些老弱妇孺流离失所哈，然后他们的悲惨的遭遇啊。那么引起不了这些欧美的白人的政治领袖、政治人物的同情心、怜悯心都完全没有。你看看美国的这些国会两党的这些国会议员也好，美国的白宫、美国的这个国务院，还有欧洲的这些政客，他们对于加沙人的这些悲剧，你看看这个孩童的哭泣，他的痛苦，你看到这个年轻的一个优秀的大学生将被火烧死。都不会让这些白人，他们有任何怜悯心、恻隐之心、同情心，他们完全没有。我们有时候我们会用俗语讲说，他们的狼心狗肺，他们的心都被狗吃了。那事实上确实如此，他们不会有同情心的，因为那些人是穆斯林，那些人不是基督徒，那些人不是白人，那些人是阿拉伯那边的人啊。所以我觉得。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就一个国家可以阻止以色列做这个事，而且以色列也知道，如果那个国家出手，他就不敢再做了。但是那个国家就是不会出手，那个国家每天装得很同情世界，很在乎人权。那我们都知道，我讲的是哪一个国家？就是美国，每天装得很在乎人权，很同情，但是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他是铁石心肠，他就是不肯出手。他不管死了多少万的这个
巴勒斯坦人，他就是不肯出手。那为什么我会一开始就断定说以色列打这个黎巴嫩根本跟加沙不一样？很明显的，真主党的领导层受到重创，但是真主党的作战力，尤其是他的隧道战的攻势更加的完备，他的作战能力更强。然后我们也看到了他的突穿，也就是内塔尼亚胡的住所都被无人机直接攻击到了。那因为他们两个夫妻刚好没在家，如果在家的话，我想他可能也饱受惊吓。那我们很明显的看到，真主党本身地面部队以色列没有成果，他打了多久了？打了很久了。刚开始说可以势如破竹，现在我看几公里都推不上去，很难推。为什么？因为死伤太大了，而且他们的高阶的军官死伤的频率越来越高。这个情况使以色列他在地面部队的作战里面就没有办法像加沙这样的打法，所以了不起就是不断的炸射。但是问题是你炸射，真主党也炸射，那就在不断的炸来炸去。现在胡塞也加入来炸射，那如果叙利亚也加入来炸射，我想以色列的经济也可能不见得能够撑得住2-3年吧。那我们来问一下舰长，这个胡塞组织好像越来越厉害，越打越强，怎么回事啊？胡塞组织距离这个以色列还有蛮长一段距离的。他如果贴着以色列，他早就被打惨了。他的实力是不行的。整个的这些武装组织，第一厉害的是真主党，第二厉害是哈马斯。胡塞还在排在后面，他只是他现在有一些这些武器而已。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关心中东这里现在他大概走到什么地步是大家要去关心的因为就是上一次10月1号。伊朗打了大概200枚的导弹打到以色列，那是真的在打，那好多看得到那个画面，炸得很厉害。完毕到今天10月1号到今天双方讲尽了狠话。以色列国防部长讲什么，他的那个什么纳塔雅胡讲什么，然后伊朗又讲什么，如果你怎么样怎么样，就是现在的这个战争的球我说以色列跟伊朗的球目前在以色列的手上。以色列一定会报复，只是看他怎么报复而已。如果以色列敢跟伊朗打起来我跟你讲，那才是真正以色列的危险的时刻。为什么？第一个，以色列的叫做2024的军力的评比在全世界是17名，你知道伊朗是14名啊，伊朗在他前面。如果你再去查伊朗的军力、军队人数，你会觉得这两个是真的是有差异很大，人数很多啊。然后第二个。两个在最近的地方大概距离是1300公里，如果他们两个打起来，不可能陆战，一定是空战。你的飞机飞，我的飞，然后这样丢炸弹。所有这些武装组织都没有飞机。现在战争第一个就看你有没制空的能力吧。你没有制空能力，你基本上就只有挨打的份。我跟你讲，伊朗有，以色列也有，然后他们隔了这么远，都只能丢来丢去。接着你再去看。以色列这么小一个地方，它人口有900多万，它的人口密度是伊朗的8.7倍。然后小国打仗是打不了消耗战的。伊朗那么大的一个国家，你有没有想到伊朗可以跟你耗很久的？所以如果这一次球交到以色列手上，以色列真如他国防部长说的，就是我们要让全世界看到我们以色列是一个什么样作战部队，谁来改？如果他真这样打。挑起了这个战争那才是可能世界最接近3战的时刻。因为他如果这样子打，我问你，以色列消灭得了伊朗吗？消灭不了的，他没有办法像这样欺负这些真主党什么哈马斯，没有办法，那他可能会陷入一个困境。然后这时候我先问他，一旦陷入困境，美国会不会介入？美国介入，我跟你讲就不是小事情了。别的地方他通通可以不介入，这里一介入，那就真的是非常可怕。所以现在的发展就是，如果美国介入，那就是可能要靠近3次世界大战。那这个时候大家期望，你看这次这个习近平希望他们讲了一些什么话，我特别要去讲一下。讲到战略，其实都是很丑陋的，就是官场的台面上的话，我们第一个谴责，对不对？中国讲谴责，第二个讲就希望大家能够政治解决、和平解决。但是他心里真的怎么想？你只要去换一个立场想。如果现在是美国陷入这个困境，中国在旁边看，美国会怎么样？所以说，我说中国陷入这个困境，美国在旁边看，
他还真的把你给拖死了。所以讲到战略，其实是很丑陋的。就是北京到底怎么想，其实是另外一回事。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回来带您继续讨论。回到新闻大白话，这一集要带您讨论金砖国家现在是不是要甩了美国霸权呢？我们带您看到的是金砖定下了新的金融秩序，金山峰会通过了这个克山宣言，鼓励要促进本币结算，而且继续研究支付平台。金山国家呢，他们呢提到了要鼓励金砖国家促进本币结算，责成金砖国家的财长跟央行行长继续研究本币合作支付的工具跟平台。那么极具象征的意义，这个普京竟然拿出了什么金砖国家钞票的票样，面值1亿，印有金砖国家的国旗。俄罗斯总统普京呢是拿到了这一张金砖国家的钞票，他向俄罗斯的部长们展示，而且呢还要转交给俄罗斯央行的行长纳比乌林娜。那么现在呢，金砖国家已经致力于加强金融区域的伙伴关系。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巴西总统鲁拉呢，他甚至讲到要力推多极世界，打造金砖的支付新体系。那么中国新闻网也报道了，外媒在关注的是金砖合作机制为建立公正的全球秩序来注入一个新的希望。 IMF 也讲到了，未来的5年全球经济增长更加依赖了金砖国家。根据报告讲到了，这6个月前相比，那么未来的5年全球经济的增长将有很大程度来自中国大陆、印度、俄罗斯跟巴西金砖的经济体。相比之下，7国集团就是 G7 的成员国，像是美国、德国、日本，他们的预期贡献率则是往下调。那么现在当然很多国家想要加入金砖，打好跟中国大陆的关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讲到了重振发展，支持全球南方国家加入金砖。他说，无论国际形势怎么变化，中国始终心系全球南方，扎根全球南方，支持更多全球南方的国家以正式成员国、伙伴国、金砖 Plus 的方式加入金砖事业，汇聚这全球南方磅礴的力量，共同推动建构人类命运的共同体。就连白俄罗斯的总统卢卡申科也讲话了，他讲什么？一起来听听。Вы знаете, вот если оценивать в целом БРИКС и Китай, я трудно представляю БРИКС без Китая. Но Китай это мощь. Прям можно сказать, это уже первая страна в мире. Ну ладно, вторая, после Соединенных Штатов Америки. Я считаю, что первая. И особенно с тем прогрессом, который сегодня существует в Китае, точно первая страна эт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Поэтому БРИКС可以看到卢卡申科不断的赞扬中国，甚至讲到中国是金砖国家重要的支柱，很难想象没有中国的金砖国家。现在就连马来西亚也申请加入金砖，拓展全球市场。学者就说了，那你必须要谨慎处理美中的关系，因为马来西亚也正式申请加入金砖，期望成为当地企业是可以制造更多的商机。但是有学者就认为，作为金砖 Plus 的一部分，马来西亚将有更多的选择来扩大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这样就不用完全依赖西方了。那么金砖国家的高峰会也凸显了这个地缘政治的野心，还有跟西方对抗的意愿。那么分析人士表示，金砖组织的成员国正在研究一些可能导致进一步跟西方来影响脱钩的问题。而现在呢，不止马来西亚，就连越南也迫切的跟中国来开发铁路。那么越南总理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需呼吁呢赶快加速3个条件的越中相连铁路。那么这个总理范明政在出席金砖峰会的期间呢，跟习近平见面就提到了加速展开3条连接越南跟中国标准轨距的铁路，而且重申呢，对中国的关系是越南外交政策的第一优先。他提议双方要继续推动交通基础建设，还要做一些务实的合作，建议加速的3条这个铁路，包括哪里？老街到河内到海防，还有亮山到河内，甚至是芒街下龙到海防这3条的路线。那么预估斥资72
72亿的美元，越南跟中国合建铁路，要升级两国的陆地通道。那么可以看到，越南跟中国最近互访的时候，都对加强铁路系统感到非常大的兴趣。河内当局也预估将耗资179兆的越南盾，换算下来是72亿的美元，修建一条连接越南跟中国云南省的新铁路。到了2050年，这个铁路沿线的需求将达到每年830万人次跟1750万的运货量。那么越南有史以来最大的基础设施的项目就是彭博有讲到了，中国用铁路来打通东南亚，但是美国似乎却远远的落后。一条条的铁路将从东南亚各国逐渐连接起来，也为中国东协的经济人文合作注入了新活力。彭博社就感叹了，这个由新建拟建的铁路组成，贯穿东南亚铁路的网路，也凸显了中国正在以最新的方式巩固在这个地方的地位，而美国似乎还是远远的被抛在后面。我们先来请教一下亮哥，这个金砖这个会议是不是已经为这个新秩序来做一个底定了呢？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本币结算嘛啊，那因为有一些国家的货币人家未必愿意采用。所以事实上，主要还是会变成人民币啦，这是必然的啦啊。那不过中国大陆我认为也不强求啦，就是步步为营啦，慢慢来啊。那今年国际支付占比已经有4.7% 嘛，对，所以反正就是慢慢走啦。那扩大境外人民币的发行啊，我认为再给他2年，他已经超过英镑了。哦。那接下来就是欧元跟美元嘛，对。不过这个就要比较长的时间了，一般估计是2035年有机会追过欧元了，大概是这样啊。不过距离现在就是10年的时间，还需要一段时间。对，那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大概确定了金砖国家就是全球南方最有代表性的组织了啊，因为 G20 啊 ，G20 坦白讲就是先进国家跟这个开发中国家组合在一起，那根本都讨论不出什么东西嘛。那 G7 他们有固定的聚会，所以我觉得金砖就会变成 G20 里面那个非 G7 的国家的代表了啊。那未来啊，金砖有可能就会先开会，然后形成他们的议程啊，对，然后再到 G20 来跟G7 来做对话沟通，那 G20 形成共识，再推到联合国，所以我觉得大概就形成了这样一个新的决策的模式了啊，所以当然就会有越来越多国家想要加入金砖嘛，就说全球南方比较有代表性的国家，那你可以看到现在明显就是亚洲的，尤其是东南亚的国家还没有进来，对，所以这次大家就注意到越南派的代表团其实蛮大的，去金砖会议啊，显然就是越南也顶住了美国的压力啊，因为这是普京那美国不是叫大家都不要去啊，那我们看到后来确实有一些国家受到压力嘛啊，比如说沙特王储他就没去，他派了外长去啊，塞尔维亚后来也没有去，因为他毕竟是欧盟嘛，对，古巴也没有去啊。哈萨克本来就跟俄罗斯关系怪怪的啦啊，可是我觉得那个巴西的总统是真的跌伤了啦啊，他这个不是故意的啦，是真的受伤了，真的受伤，所以他立刻发表声明说，我支持多元化嘛啊，所以我觉得巴西没有问题，可是你看越南非常的积极啊，那另外在东南亚，其实印尼跟泰国也表达了兴趣，所以我觉得一定是越来越壮大了。那因为金砖都是用实质的 GDP 在算的，对，不是用美元计价的。实质 GDP 就是购买力嘛。那金砖早就超过 G7 了。因为你如果算实质购买力，那中国跟印度加起来就吓死人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未来它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肯定会越来越大。那我们来问一下赖老师，现在很多国家想要加入金砖，都积极的来跟中国大陆来打交道，希望可以来帮帮忙，是不是？当然是这样子，这个没有办法的事啊。这个美国跟其他的欧洲的国家不开心，或是日本啊、韩国等
不开心，你也没有办法，因为这个就是现实嘛。现实你看到了，就是金砖的 GDP 大于 G7 的 GDP， 金砖的成长速度快于 GDP 的成长速度，而且成长很多啊。例如说5到7都有，而 G7 是0到负，然后到了不起2啊这样的一个情形。那也就是说，你可以看到G7 的成长速度很慢，甚至负成长，而金砖都是快速成长，而金砖的 GDP 的经济体又比这个 G7 还要大。那你想，它当然是带动全世界的这个经济的发展，所以所有发展中的国家当然都想加入这个组织。然后你已发展的国家又不能忽视这个组织，因为它是代表一个庞大的消费市场、购买力。好，可是问题在金砖里面，谁具有最主要的影响力？中国大陆嘛。中国大陆不但是工业生产制造大国，也是消费大国。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巨大的市场，连 G7 都不能够忽略的巨大的购买市场。它又是一个输出市场，然后又是一个高科技的一个发展中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工业体一个高科技的一个中心，而且它是可以跟美国并驾齐驱的一个全世界等于是唯二的这2大工业大国，而且它的工业体系又比美国更完整、更强大。那这样的一个情形下，请问一下，以后的所有的标准谁定？规格谁定？规则谁定？那当然是金砖国家越来越有说话的话语权，而在金砖国家里面，中国大陆的话语权就更大了嘛。对。然后在这一次中一直在强调本币交易，那为什么后来没有定出一个决议，而变成一个鼓励、一个方向？那主要的还是在于这个硬体的基础设施本身还不成熟。那目前中国跟俄罗斯已经成立一个工作组，要来解决这问题。因为中国比较主张的是它的这个基础设施为基础，对，来推广到所有的金砖国家。那未来加入金砖国家或者跟金砖有联系的，它都是使用中国的这一套的基础设施。这一套的基础设施包括这个5G 的问题，也包括软硬件的问题，甚至未来也有可能都用鸿蒙的系统等等。那我想这个部分里面，中国你不能够忽略了。一旦不能忽略，你当然每一个国家要加入金砖的，一定跟中国大陆建立更紧密的关系。舰长，我想问一下，你怎么看这个越南呢？现在很积极的希望赶快跟中国开发铁路，您怎么看呢？我觉得从越南的这个例子你看它光这个铁路，它投资72亿美元呢，我可以想到说，美中这2个，一个是100多年的强权，一个是崛起的强权，他如何对待他身旁那些贫穷落后国家的？我们先说这个中国大陆，中国大陆从1994年就对整个的东协就开始跟他们建立关系，然后接着“一带一路”帮他们造铁路、港口，什么建银行，什么的高速公路，各种的。然后经济，在2000年的时候，中国跟东协的双边贸易只有400亿美元，2000年就24年前。然后2022年2年前呢，它到了9750亿美元，整整增加了25倍，这是一个。然后2023年的时候，中国大陆跟全世界所有主要的这些贸易区东协占了15.8%，是最大的一块，跟中国双边贸易。第二高的是欧盟，只有12%。我刚刚说的这个东西什么意思？你知道，以前东协是很落后的。2001年的时候，它的双边贸易只有400亿，现在一下碰到人这么的大，是谁去推动这些东西的？是中国大陆跟他们这样子建立推动起来的。好，这是等到这些国家有钱了之后，他们的人民当然会乐于去做他们的事情。那接着你来看美国怎么样对他那些穷的邻居的中南美、南美，美国怎么做的？筑高墙，去抓贩毒的，去缉捕，结果这些穷的人就怎么办？国家治安又乱又落后，就拼了命的想要去移民，所以他才会移民啊！没有一个人愿意移民的，你知道吧？离乡背井，抛弃你的亲人，跑到那么远，你为什么要去移民？所以你看，东协如果发展起来，他不会想要移民。如果美国对中南美、南美也把它建设起来，如果像这样子建了很多铁路，协助他们的工商业。
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韦佳琪。那么这节我们带您从国内政治谈到国际局势。那么加入我们的来宾有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亮哥午安。大家平安。还有我们的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赖老师午安。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还有我们的前张前舰长黄征辉。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好，那我们今天要带大家来聊一聊，最近呢有没有人觉得说，好像赖总统对于两岸的说法，是不是好像已经没有这么激进了？有人就说是不是被美国摸头了呢？因为我们先带您看到一个例子，总统大选前有一个李明呢到北京去，两岸交流协会的理事长现在判无罪。那么中华两岸活动交流协会的理事长王茂昌被控在总统大选之前以参访团的名义，带74个里长跟李明接受大陆台办的落地招待。那么呢，他们涉嫌违反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但是高雄地院最后呢认为王征3声5令交代不能涉及政治不谈选举，所以就判这个王茂昌是无罪。那么有人就说了，赖清德都当总统了，你能拿他怎么样？只不过总统今天特别跑到了金门去，古宁头战役今天是75周年，他特地飞往金门追思，而且还跟参战的英雄握手来致意。有位官兵尤北北，因为他患有重听，那么总统还特地蹲下来凑近他耳朵旁边，把话讲大声一点，说谢谢你当年出生入死的来保家卫国。那么赖总统也讲到了，除了一起纪念这场关键的战役，更要铭记参战前辈们的牺牲奉献，在这个艰困的战场上，不分先来后到，不分族群，共同来保卫台澎金马，捍卫中华民国。只不过这样的话一出之后呢，有网友就说，怎么听起来很像国民党籍的总统呢？那么现在呢，大陆在这个联合利剑 B 演习之后，当然军事动作依旧是不断。大陆海事局连发多区公告实弹射击，大连、广东、南海都有禁航警告。解放军全军合成训练，军委副主委张幼霞出席，透露了全军转型的新讯号。他说呢，要瞄准网络信息体系的联合作战能力，加快建构一个新型军事的训练体系，而且还要抓好合成训练的创新发展。现在很多人都担心了，你可以看到，因为包括了10月24从南海呢，那么24到25在北部湾，22号在牛山岛，24到25号在渤海。有人就说这是不是为了2027的攻台来做准备？因为大陆现在打算重建火箭军，建立一个防卫圈到第2岛链。学者就说了，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重建火箭军呢，是为了将防卫圈拓至第2岛链，来为2027攻台做铺路。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报告指出，共军已经以史上最快的速度来扩大核武库，多数能打击到美国本土的核弹头。根据美军最新的评估报告显示，中国正在推进快速升级和扩大陆海空的核武库计划。报告估计，不断增加的核武库，其中大部分都能够打击到美国本土的核弹头。而现在美国当然也不甘示弱，是加强了中国威胁论，腿还是不够长，美军征求延伸 FA-18EF 的航程方法。美国海军近日发出了招标文件，要求各航太厂商提供能够在不使用空中加油的情况之下，延长现役的超级大黄蜂以及 EH-8G 的咆哮者航程的方式。由于中国解放军在舰对空、空对空跟反舰飞弹技术的快速发展，射程也在大幅增加的情况之下，让美国海军对于解放军的反介入、区域拒止的能力是相当的顾忌，也因此要延长现有的舰队，还有这个载舰战机啊，那么以及这武器平台的航程作为优先项目。中美南海呢撞击事件，现在美军 EP-31现在也抵达博物馆，即将来公开展出。有一架美国的 EP-31白羊座电子侦察机，目前已经到了美国的亚利桑那州的皮马航空航天博物馆。那么计划要跟公众展出这架侦察机，其实在2011年4月1号的时候，在中美南海撞击事件，它就是当时的美军飞机。那么现在首要的任务是立法限制在华投资。我们带你看到是美国众议员说阻止我们为灭亡提供资金。根据美国之音的报道，美国会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的主席的时候讲到了，该委员会的首要任务是要让立法限制美国在华投资，以阻止美国投资者为我们的灭亡提供资金。
现在美国也聚焦在中东战争，恐怕也是分身乏术了。所以中国在南海的强势测试，美国之音报道，中国船只正在以强势的姿态宣示北京在这一个争议的水域的领土主张。测试菲律宾、马来西亚跟越南捍卫主权的决心，就是看准了美国现在心思都在中东上，是不是对南海有一点鞭长莫及呢？我们先来请教一下亮哥，你怎么看？有人认为呢，这个赖总统最近态度好像改变蛮多的。我觉得这个两岸交流总会理事长王茂昌啊被判无罪，这个是反渗透法一个非常好的判例啦啊，因为人家就是用举证。看你有没有违反反渗透法哦。那第一个就是他带团出去就不断的说，不涉政治，不涉选举啊，而且他的团员也有民进党的里长啊。哦。那回来之后，民进党的里长还是去支持民进党啊。然后第三个就是他的去那个时候的旅游的费用啊，对，大概2万多，其实并没有被招待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构成一个判例啊。那我也希望，因为反渗透法一定要经由判例，大家才知道遵循的规则嘛。对。那我觉得这个案例非常的好啊。那这里有3个标准嘛。第一个就是你不能够涉及选举，对，不能涉及政治。对。那第二，你没有被招待啊。那第三，你的成员不分党派。哦，那我觉得，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好个案呐啊。所以这个也要称赞那个法官呐，就我们法官还是就事论事啦，根据事实来判定嘛，啊。那第二个那个古林头哦，我觉得赖总统在这个就是国民党来台之后的历史啊，我觉得他做到充分尊重，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啦，啊，就是说，照理讲，国民党应该就1945年就来了嘛，啊，那之后在台湾发生的一切，他就尊重历史嘛。而希望大家团结，我觉得这个部分大家不会意外，因为蔡英文就做过了，啊，大家比较好奇的是，因为今天是台湾光复节啊，他如果提到今天是台湾光复节啊，我就要起立敬礼了，那显然他是做不到了啊，那这个有特别的意义了啊，因为这个就是对中华民国历史嘛，因为他不是说113年吗？对啊。因为我跟你讲，这个日本跟那个大陆有完全不同的认知了啊。日本人就说是终战纪念啊，那大陆就会说是回归祖国怀抱啊。哦，我们就说1945年那个台湾光复节，我不知道赖清德现在如何认知啊？到底这一天是终战纪念还是光复节啊？这个。赖总统如果就这个议题回答，那我大概就会知道他对中华民国是尊重到什么程度了啊。那还有比如说明年的7.7抗战，他会不会纪念啊？或者是这个8.14日本投降，他要不要纪念之类的啦啊？所以我觉得他目前做如果都仅止于中华民国来台湾之后的历史，那实际上蔡英文执政8年早就都做过了啊。因为这个是蔡英文的诉求嘛，所以我基本上还是帮法官肯定点个赞啊，希望我们台湾那种具有政治意涵很重的法律啊，因为反渗透法检察官真的不知道怎么起诉啊，所以这个他一看就先起诉了，对，那现在终于定验啊，不一审过了无罪啊，我觉得检察官就不要再上诉了啦。我觉得这个就是立下一个好的个案了，那大家以后知道要怎么遵循嘛，因为这个就是去年选举的 case 啊，不然每一次选举，这个检察官就到处起诉去大陆的人，那这个其实人家就会觉得你是政治介入了，因为当时确实造成了一种氛围嘛，就是去的人都紧张的要命，然后后来因为还没判决啊。所以他就不敢助选，真的有这个效果。所以那是因为民进党实在做得太差了，所以对立委选举影响不大。不然徐巧芯啊、赖士葆，他的选区里面都一大堆里长被约谈了啊，对，对不对啊？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个案相当不错了，就是立下未来大家判断的标准。
好，那我们来问一下赖老师，你怎么看呢？尤其是现在中国的动作越来越多，那么美国又疲于奔命在这个中东议题上，现在是不是加强了中国威胁论这个部分？中国威胁论还是目前美国的政界的主流啊。对，美国的华府啊，上上下下，不管是共和党、民主党，他们的主流还是在继续提出中国威胁论。对中国大陆确实因为已经快要超过美国了。我讲是以目前的这种美元的计算的国际汇率来说，它很有可能再过10年不到一般估计是2030年或者2035年。就一定会超过美国，因为它在平准购买力，美国自己也承认，在平准购买力方面，中国大陆在2014年已经超过美国了。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这个差距只会越拉越大，因为大陆的成长如果说平均是5%，美国的成长2%，那等于是每隔1年的话，那美国落后的中国大陆就会越来越多了。再过10年，那就落后了30%到40%左右，那就永远追不上了。所以美国的焦虑这个部分里面，把中国视为它的最大的威胁，我们可以理解。可以理解不代表可以接受。因为你把中国视为最大的威胁，那你就努力的打拼嘛。然后让自己增强自己的体质，强化自己的竞争力嘛。但是美国不是这样做，美国的方法是想办法拖中国的后腿，然后拉一堆人要把中国压下去，搞一堆坏的手段，一堆小手，这个不漂亮也不好。但是这种做法只会造成这2大的大国彼此之间的对抗就一直在往上攀升。这个对抗往上攀升到最后，那当然就是军事上的对抗嘛。那大家都在做硬的准备，问题就在于美国已经封顶了，因为美国能够做的也就是这样子，而中国大陆的空间是大的，所以大陆就一直在往上追的时候，你会看到美国的压力就越来越大。例如说，美国的核弹还能够再怎么制造呢？它就是5000多枚嘛，够了嘛。但中国大陆的制造那就不得了了，因为它就会改变所有的目前的一个状态。那例如说，美国的武器装备已经老旧了，我想舰长在这边，美国的船舰已经太老了，可是它的造舰能力又不够，那它的舰这么老30-40年了，应该要退役的。因为雷根时期的时候造了一大批舰，都应该退役的。可是他现在的造舰能力不够，钱也不够，递补上来就不能退役，那想办法有演绎，那就变成用老船去打中国大陆的新船。这个不是一件好事情啊。所以我个人的看法是，美国越来越感觉到疲于奔命，越来越感觉到无力，所以只好不停地搞认知作战，就是那些国会的议员就是卖一张嘴，不停地卖一张嘴。我觉得卖那张嘴意义不大了。那么做各种法律的限制意义也不大，因为这个整个世界已经不再以美国为中心了。美国自己也承认尤其这一次在金砖会议之后我们看到整个欧美的舆论都认为说，美国为中心的世界已经结束了，国际的多极化的体系已经出来了。我这边赖清德我要讲几句话。赖清德如果承认我们是113年的历史，中华民国是113岁的话，你就必须要承认中山先生的革命。那你就必须要承认中山先生的革命，那他革了谁的命？他就是要革掉满清政府的命。所以我们是中国的继承者，那我们就是中国人。所以我觉得赖清德要先把教科书改了，因为不要玩虚的，不要玩假的，要玩实的。你承认你中华民国113年，你就承认孙中山是我们的国父，他领导的革命党就是推翻了满清。然后国共的合作就推翻了军阀的割据，然后形成中国的统一，那也就造成对日抗战的胜利，台湾的光复。所以你要承认光复节，因为这是法定的节日。你既然承认中华民国，你就必须要承认光复节。我觉得这个你要做的最后一件事，我绝对要求，因为你要要求你的民进党的人当初怎么羞辱我们这些老兵的，要出来道歉，要出来认错。你今天蹲下来跟老兵，然后跟他说谢谢你为我们而战，那你现在当初骂我们米虫的所有的民进党的人都出来跟我们认错道歉。好，我们来请教一下舰长尤其是最近呢，在这个联合利剑逼演习之后，大陆的军事动作还是不断，您怎么看？其实这些军事的动作，就政治解读是很多，但是在军事方面它很简单。好比说，从9月25号就是东风31A 级的导弹，那个是一个很大事。
国内很多人都在讨论。接着下联合利剑，哇，从来没有这么多兵力这么近的绑在这里。接着在牛山岛，那是一个最靠近台湾的举弹实兵，而且卡在那个海峡的中线那里。然后昨天又来3、4个地方，同时在实弹。就我的解读啊，那你当然可以说他可能是对美国啦、对日本啦、对菲律宾，但就我的解读，这是对台湾的，这是我的看法。那他的告诉你什么呢？就是我要封锁你就封锁你，我要撤就撤。而且他最近对台独的一些的，像比如沈伯洋说台独顽劣分子。你会发现，他不单是演习，他的实弹通通在加重他的力度。我觉得他在严重的警告台独，就是你不要踩到红线。那很多人都在讨论说，那到底什么时候会中共攻台呢？你看各种的时间嘛，你看今天这个看本上有个2027，对，我告诉你，武统的时间有3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叫做意图，就他有没有这个意图，这个意图他一直有，从来没有断过。第二个叫做能力，他有没有能力？其实海军司令唐华讲的那一段话，讲穿了就是一个，他现在就有能力，好吧？这是第二个。那第3个就是借口，他有没有借口？今天打2国这样对，我不是说我要打你就打你的，我一定要有一个借口。我们像好比说，以色列为什么打这个加萨？因为哈马斯这样冲过去，他有一个借口。以色列为什么打黎巴嫩？真主党，因为他们在那里打了一个这个火箭弹，打到那个运动场，死了12个年轻人，20多个人这个年轻人受伤，这都是他的借口。当你是小的时候，你要记住，你不要让那个强者拿到借口。那个强者是以色列早就想消灭这些人了。那问你，北京想不想武统台湾？他早就想统一台湾，他一直想，但是他苦于找不到一个借口。那今天坦白说，他也不想打。然后发觉这个赖政府上来，尤其是赖清德本人又这么的坚定的执念，你万一你真的踩到了红线，你真的要逼我打你吗？我觉得他现在不断的在警告你不要踩红线，不要去做这些事情。所以最近我觉得这个赖清德有一些改进。那今天你看赖清德在这个昨天这个金门的这个东西啊，我刚刚看你这样子说完之后，我恍如隔世。如果我完全不知道赖总统以前怎么样，我一定现在很感动。但我立刻想到他在那一天在那个将官晋升的茶会走进去，对这么多的将领这么的不好的态度，那些是将官呢，你一个人走进来，我今天再不满我都不会这样。我跟你讲，他现在在那一刹那，他所表现出来就是长期对职业军人的瞧不起不满。其实民进党真的是这样子。但是他为什么他心里是瞧不起职业军人的？为什么今天会这么好呢？你看他最近常去军中哦，哎呦态度都非常好。我只问你一个，现在这么现实的一个社会，有一个你从来没有接触的人，也对你是始终瞧不起的，突然对你的态度各种的好，各种的这个示好，什么原因？他有事要求你。那我问你，民进党有什么事要求职业军人？叫你们为台独而战，就这么简单。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回来带您继续讨论。